工作日，空无一人的下午，都没有什么人呐！我的天爷呀，这空的！近年来，中国经济严峻，被期盼将成为大陆小香港的深圳前海，并没有出现经济奇迹，而是沦入了萧条。高楼林立，却是空无一人；商场冷清，高速公路上车流稀少。前海成为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部署的又一烂尾工程。曾几何时，深圳关外是珠三角制造业的聚集地，工厂林立，物流繁忙，餐馆与菜市场人声鼎沸。但如今走在关外的街头，萧条景象令人唏嘘。工厂关门不只是个别现象，而是成片的撤离。菜市场冷清，摊位空置，仿佛失去了城市的日常节奏。饭馆关门，街边不再飘出熟悉的油烟味儿。大量房屋空置，租不出去，连城中村都显得空荡。而这一切的背后，是制造业外迁的连锁反应。随着中美贸易战升级，许多工厂转移到东南亚。工厂一旦搬走，工人流失，消费萎缩，生活配套自然难以为继。我的天哪！现在的实体店真的那么难做吗？我现在在前海卓越时代大厦这一边，我在这里走了一大圈，发现租出去的铺子大概就只有1/3，剩下的全部都是空租的状态，甚至还没有开业就已经歇菜了。这个位置你们要知道，也是属于前海哦，真的是太可怕了。这些都是他们当年靠关系抢过来的铺子，业主现在作何感想呢？你们知道造成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吗？这是要被迫回老家的节奏啊，太残酷了吧！老公5月份被公司裁员后，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断了，儿子的学杂费、父母的生活费，仅靠我一个人的微薄收入来支撑。本来计划着再上2年班就回老家，老公在深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养活我们几口人也足够了。但是哪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老天说翻脸就翻脸，一点余地都不留。通知老公被裁到离开公司只用了1周的时间，一点缓冲的机会都没有给。突发的状况到来，把我跟老公整得一愣一愣的。哎，大环境就是这样子。博主表示，很多公司资金链断了，直接就倒闭了。现在没有几家公司好过，就像他所在的公司，从去年就一直在陆续裁员，现在已经裁了2/3了。他目前状况也是岌岌可危。他们不但上有老下有小，而且还要还房贷，这是一笔很大的支出。她老公45岁了，这段时间她一直在面试，但是年龄门槛导致老公不太好找工作。看着老公越来越焦虑，她只能是不断安慰老公。她希望生活能慢慢好起来，早日脱离窘境。深圳这座一线城市，现在冷清到连快餐店的生意都凉透了。我在城中村开了8年多的快餐店，昨天营业额800多，今天直接跌到500多，一天比一天惨淡，真的感觉快扛不住了。当年花了11万盘下这家店，那时候周边没有几家同行，房租也不贵，每到饭点店里很热闹，生意还是挺不错的，虽然苦点累点，却也安心。今天中午12点本该是最热闹的时候，店里却是寥寥无几的几个顾客。博主说，现在城中村一条街都是做餐馆生意的，店比人还多，大家都在硬撑着。不要说挣钱，连交房租都成问题了。万万想不到，前海摩天轮的海景房从原先的10到12万一落千丈，跌到如今的4万多一平，简直就不敢相信。你让前业主怎么活呀？博主说，他从深圳回老家大半年了，每天都在怀念深圳的生活，觉得回老家的这个决定是错的。现在的每天觉得心好慌。以前呢，在深圳的时候觉得压力大，想着回老家能够躺平，也能够轻松一点，结果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。重点是老家的工资直接打了对折不说，机会还少得可怜。你想找个合适的工作还得靠关系户，投了那么多简历都石沉大海了。老家呢还有很多失业的，天天无所事事，打麻将打牌来消磨时间，这哪是生活呀，感觉自己被流放了一样。博主说，回到老家，人情世故也变得复杂了，办个事儿要找关系，要花钱。现在他非常纠结要不要回深圳。虽然说在深圳压力大，但至少很多方面是公平的，而且收入要比现在高得多。如果是你会怎么决定呢？我现在在前海，我的感受第一个是什么？是空荡荡的空。除了桂湾的前海万象，还有卓越。
就写字楼跟商业形成了以后，其他地方2-3分钟你是碰不到一个人的。虽然高楼都起来了，但里面都是空荡荡的。第二个，到目前为止，前海已经发展10年了，它不是工地就是空地。你看这些空地都变成露天停车场了。孕25周的我在深圳被裁员了，最近几天没更新，是因为工作上有了大变动。前领导休假半个月躲避风头，部门解散了，其他同事都被别的领导收下了，就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没人要，公司打算开掉，目前已经找另外一个同事谈赔偿的相关事宜了。而且孕25周还有3个多月本来都要休产假的人，没想到在公司勤勤恳恳干了将近2年，到头来啥也不是，而且还要面临裁员的风险。我也算是第一次遇上这种事情。博主说，刚开始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，他真有点接受不了。他感叹女性在职场中真的算是弱势群体，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员工而已。当你没有价值的时候，公司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你开掉，不留任何情面。他说，事情既然发生了，就要学会接受生活中出现的一切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和身体，不给自己那么大的心理负担与压力。深圳都冷清到这种地步了吗？这里是全国首家第4代万达，3年前开业的时候人满为患，来这里的车塞了几里路，现在仅仅过去了3年而已。现在是周末中午12点，可是8层的商场里面没有几个人，过道上都是冷冷清清。之前这个卡玛王子任何时候来都是排很长的队，人手一个他们家的袋子，可是你看看现在就没有几个人。还有这些吃饭的店，以前等位的都是坐得满满的，可是现在不仅没有人等位，店里面都只有几桌。博主说，大环境不好，他们夫妻俩都被裁员。他们带着孩子来到一家以前经常去的饭店，以前这里人很多，可是当天整个饭店就只有他们1桌。以前这些游戏设施小朋友都要排队很久，但当天只有2个人在玩。如果周末都这么冷清，不知道工作日是什么样。跟3年前开业时相比，很多店铺已经换了好几轮了。博主感叹，真的是铁大的商场，流水的店铺，开实体店也真的是不容易。前海未来10年会不会超过深圳湾呀？不可能，你们都网上看多了吧？就是这种高大上的定位，它得有2个依据的。第一个依据，你会发现前海它现在在财务上是有独立的权限的，它是和深圳是有竞争关系的。那深圳怎么会允许它挖自己的前脚呢？怎么可能允许把它自己的产业挖走呢？对吧？你得自己外部去寻找资源，这种资源你发现找到没有？你觉得现在找不到，你10年以后就找得到了。第二个，从居住感来说，我想问一下，前海的居住体验现在好吗？成熟了吗？完全成熟了吗？配套完全跟上来了吗？兄弟们，我准备回老家去了。这几天我也想了想，这个38岁了，找不到工作，感觉也没啥意思。什么铁人3项，什么吉祥3宝，我是不干的，我宁愿回家躺平。这个城市的话呢，就是实际上都是有钱人的啊。没有钱再繁华的话，这个城市跟你没啥关系。所以尽早认清自己，尽早做决定吧，老是这样拖着也不是办法。长春博主说，这是她与老公在深圳的最后一天，他们要结束深漂回老家了。找阿姨把家里的各个角落都打扫干净，这样下个租户也能直接入住。虽然是别人的房子，但是一直以来我们都把这个当自己房子一样爱护，这叫离开了吗？恍惚中想起我们刚来到深圳那天，也是这样拉着行李箱，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好奇和期待。一转眼6年过去了，离开这个梦开始的地方，感觉心里空落落的。虽然深圳有不完的夜，吃不完的猪脚饭，住不完的城中村，可是这里有我爬不完的山，看不够的海，还有一群追逐梦想的年轻人。最后再看一眼大深圳吧。前海的这个楼盘呢，5年前10.8万的单价开盘，日光。来感受一下，就是这个小区啊，当时买这里的业主呢，普遍都认为这里交房以后可以翻倍，卖到20万的单价。但是现如今呢，现在的2手房居然要亏本才能够卖得掉，这谁敢想啊？这套房子的景观和视野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远处可以看到大南山的山景，
这边是马湾金融中心，商业配套也比较成熟。这就是我宁愿留在深圳，也不愿回老家的原因。我是来自江西的00年女生，老家的人均工资大概4000左右。来深圳3年，我妈不断的劝我回老家工作，催我早点结婚，说这样安稳一点，到时候生了孩子，她的任务就完成了。可我现在真的既不想成为谁的妻子，也不想成为谁的母亲，更不想在老家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如今在深圳，我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，月薪12K，双休，早9晚6，这里没有人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，能给自己买最新的手机，去自己喜欢的城市旅游，给妈妈买金手镯，生活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走。博主说，深圳是一座停不下来的城市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而忙碌奋斗。他喜欢这样的氛围，因为这样能让他对未来更有底气。你觉得在深圳混不下去了，还可以回老家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上周我同学从老家又回深圳了，他跟我一样在深圳漂了10几年，去年被裁员后还开玩笑的说赔偿金是他的第1桶金，决定带着这桶金回老家，想着回去可以找个轻松的工作，再也不用996，再也不用卷成狗。然而仅仅老家生活了1年，才发现事实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老家省会高新产业远不如深圳，底薪4、5千和他在深圳的收入3万多差距太大了。老家的物价和生活开销跟深圳差不多，但是一年到头的人情礼往费用陡增，深圳基本上没有这笔花销。博主说，他这位同学在老家赚的少了，支出还增加了，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。最后他坚持了1年，实在没办法，又回深圳了。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深圳写字楼市场的近况。最近呢，第一太平也出台了最新的调研报告。2025年第1季度，深圳甲级写字楼的存量呢，已经到了1158万方，什么概念？就是相当于1600多个足球场面积的大小。全市写字楼的空置率呢，也来到了29.8%，接近30%。也就是说，差不多3间办公室里面就会有1间办公室是空置的。所以现在很多房东也非常的着急。在深圳奋斗了9年，上个月被公司裁员，于是就失业了。经过慎重考虑，我决定离开深圳。离开之前还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，就是转租我的房子和家具家电。因为租房合同还没有到期，如果找不到接手人，房东将会含泪扣掉我1个月的房租。我现在住在西乡地铁站附近，是一间城中村的民房，房间采光通风都很好，房租1个月1300，家具家电是我自己购买的，都很齐全。博主说，当他得知被裁的那天，他把招租信息发到网络平台，因为交通便利、房租便宜，迅速吸引了众多的咨询者，不少人专程来看房。然而一些人因为房子不是电梯房，装修简陋而犹豫，另有一些人因为家具家电转让价格不够便宜而离开了。经过多次商谈，他也逐渐感到疲惫，实在不想花费更多精力去处理这些琐事。最终以700块的低价，他将全屋的家具家电一并转让给了新的房主。不过毕竟房子租出去了，他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前海暴跌70%，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。曾经追赶深圳湾神话的前海自贸区，开盘即售罄，巅峰时刻创造1平米25万，现如今也不得不认清现实，跌回至4万1平。深圳前海的初始投资为450亿美元，官方媒体称其为大陆小香港未来的国际科技与金融中心。中共党魁习近平3次来到前海，对该地进行亲自部署、亲自指挥。对于前海一改先前的繁荣，现在沦入萧条，华语经济学者李恒清认为，这与香港营商环境的变化有关系。他分析到，从地理优势来说，前海作为深圳跟香港见面的一个通道，如果香港繁荣，前海也会跟着繁荣。香港原来作为亚洲最大一个金融中心，资金来去自由，同时它又有法治，但是从反送中被打压以后，这些都荡然无存了，香港的经济都在凋敝，大量资本和人才流失。另外，中国经济一直在走下坡路，深圳与前海也跟着受影响，难逃衰退的命运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